我腦海中不斷閃現着那些刺耳的聲音。蘇沐瑤，我愛的人是柳夢妍，根本不是你这個惡毒的雌獸。你被流放是你咎由自取，我寧願廢掉一半異能，也要跟你解除關係。你就算是仗着家族權勢搶了大家禁府又如何？沒有人願意碰你一下。5個絕美的男子站在我面前，眼神裡是極致的厭惡。他們強行解除夫妻契約時，不惜受傷吐血，而我在瘋狂大喊：你們怎麼敢？你們是我的受夫，我不允許！我猛地睜開眼睛，陌生的環境讓我愣住，還沒來得及反應，就聽到一個清潤的聲音：季寒身體不適，無法服侍妻主，求妻主責罰。我低頭看去，床下跪着一個絕美男子，他身上有鞭打的青紫痕迹，獸皮被扯落，露出寬肩窄腰的身材。妻主責罰。我意識到自己穿越了，原身是皇城貴族繼承人，家道中落後被流放，10個受夫，5個有背景的強行解除關係，剩下5個跟着他到北羅部落。原身受不了流放地，把怨恨發洩在他们身上，不斷鞭打虐待。眼前是狼獸人萧季寒，原身對他下藥，想強行得逞。反抗中，他推了原身一下，原身撞牆死了，而我就是在這個時候穿越過來的。你先起來。我不習慣人下跪，可話音剛落，萧季寒周身寒氣更濃。都是季寒的錯，季寒不該推妻主，求妻主責罰。妻主若是對季寒不滿，可以休了季寒，季寒絕無怨言。我沒凶他，就在我不明所以的時候，門砰的開了，一個穿着火紅獸皮的男子走進來，拿出紙筆放在桌上。妻主既然要休，不如把我也休了。妻主最近打我們也打累了，凛夜都心疼妻主打疼了手，更何況妻主最愛的是江公子。花凛夜厭惡地看着我，我恨不能馬上寫休書，但我感受了一下身體，木系異能變弱了，只有微弱一點。北羅部落環境嚴寒，皇城的仇人還會派人來殺我，我需要他們保護。不必着急，我淡淡開口，3個月內你們若是保護我不受傷害，我便放你們離開，到時候我會給你們休書。他們愣住了，眼底滿是狐疑。花凛夜剛要開口質問，門外傳來急切的喊聲：不好了，大妹子，你快過來看看，你的受夫被魔獸襲擊，受了重傷，快不行了！我腦海裡瞬間閃過另外3個受夫的樣子，不知是哪個受傷了。我顧不得多想，直接從床上下來，跑出石屋。院子裡幾個人正抬着一條昏迷的蛇進來，它身形巨大，10多米長，是極為漂亮的青竹蛇，但身上傷口極重，不斷流血，觸目驚心。林琴嘆息道：大妹子，你這受夫受了極重的傷，都維持不住人形了。蕭季寒和花凛夜也出來了，看到溫南希的樣子，他們眼神裡透露着麻木。我顧不上別的，快步上前，將手放在溫南希頭上。你要做什麼？花凛夜臉色大變，他都要死了，你難道還不放過他嗎？他連妻主都不叫了。蕭季寒也繃緊了身體，上前攔住了我。我沒空理會他們，調動體內微弱的木系異能，綠色的光芒從我掌心浮現，緩緩滲入溫南希體內。林琴眼睛一下子瞪大，大妹子，你竟然有異能，能治療傷勢？我沒回答，因為意識突然被拉入一片精神海。竹林裡，一條巨大的青竹蛇盤在粗竹上，鱗片暗淡，傷口斑駁。他平靜地看着我，虛弱地吐了吐蛇信子。妻主，他的聲音很溫和，跟蕭季寒和花凛夜完全不同，骨子裡透出溫潤。我走過去，伸手觸碰他，他身體輕輕一顫，卻沒有躲開。放心，你會恢復的。我手中釋放木系異能，綠色光芒將它包裹，傷口緩緩癒合，他的身體也放鬆下來。溫南希眼中閃過驚訝，辛苦妻主為南希療傷，這本就是我應該做的。我繼續輸出異能，在獸世，此主有義務為受夫療傷，安撫精神海，但前身從來沒做過，他的受夫們也不讓他碰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溫南希的傷勢基本恢復，我卻因為異能消耗過度，眼前一黑，暈了過去。失去意識前，感覺被人穩穩接住，再次醒來已是第2天早晨，屋內空無一人。我起身洗漱，透過水盆看到自己的臉，一邊完好，另一邊卻發黑毀容，看着嚇人。前身因此自卑暴躁，但我知道只要解毒就能恢復。走出石屋，院子裡有人在劈柴。溫南希聽到動靜，轉頭看來，清潤開口：妻主醒了。我還有些不習慣，他放下木柴，去廚房拿來2個紅果和2個鳥蛋。家裡只有這些，委屈妻主了。蕭季寒和花凛夜一早就去狩獵了，應該能打到食物。昨天是我的錯。北羅部落環境嚴酷，食物很難得，獸夫們3階實力也要面對森林危險，飢一頓飽一頓是常事。沒事，我來做飯。獸世落後部落吃生肉，但前身在皇城長大，習慣熟食，家裡也備着柴火。溫南希過來幫忙燒火，我用鳥蛋和紅果做了西紅柿鳥蛋湯，他們叫紅果，其實就是西紅柿。做好後，我遞給他1碗，他眼神帶着探究，卻什麼都沒問。這2個紅果，你們之前是在哪裡發現的？我問。有了西紅柿，就能做很多食物，甚至可以制成番茄醬，去城裡售賣。是在古木森林裡找到的。溫南希溫聲解釋。那吃完飯，你能陪我去一趟嗎？我問道。好。他應下，我看着他沒有動勺子，
催促道：“快趁熱吃，我吃不了这麼多，順便幫我嘗嘗廚藝。”溫南希沒動，我突然想起昨天的事，前身給蕭季寒的食物裡下藥，想趁藥性發生關係，也難怪他不敢吃。我嘴角僵了僵。你放心，我現在對你們沒有任何心思，食物裡沒有下藥。好，他這才拿起勺子，本以為他會留給我吃，之前食物不夠時，都是我先吃飽，剩下的才輪到他。但他嘗了一口湯後，眼中露出驚訝。味道怎麼樣？他眼眸帶上細碎的柔光，周身氣息都柔和了，很好喝。我露出笑容。那你全喝了，等去山林找到更多食材，我們再做好吃的。看到他臉上的笑容，我心想，先讓馬兒跑，總得讓馬兒吃飽。3個月後解除關係，也不能讓他們太厭惡我。溫南希卻臉色一變，妻主不必如此辛苦。我沒有回答，知道現在說什麼他們都不信，也不多解釋，日久見人心吧。吃完飯，溫南希收拾好碗筷，出門後幻化出本體蛇身，請妻主上來。我坐上蛇身，抱住他的一瞬間，明顯感覺他整個身體都僵住了，差點從半空掉落。他加快速度，很快到了那片紅果地，迅速放下我，化開人形，依然是清雅的樣子，只是耳根有些泛紅。這些便是那些紅果。看到滿地的西紅柿，我眼睛一亮，但沒有工具裝，只能找藤條編背簍。溫南希，能幫我弄些藤條嗎？好。他弄來藤條，我便坐下來編織。我的手很巧，小時候在村子裡跟外公外婆學過這些非遺技藝，編得很快。溫南希看着我，妻主，這是在編東西。編背簍裝紅果，你要是無聊，可以在周圍轉轉，但別走太遠，我有危險的話要喊你。他點點頭，去附近找獵物。我繼續摘西紅柿往背簍裡裝，正忙着，突然感覺到危險的氣息，回頭一看，一頭巨大的刺獸正朝我衝過來。溫南希！我大喊一聲，同時一躍而起，快速爬上旁邊的樹。溫南希趕來時，看到我在樹上的動作，他眼中露出驚異之色。妻主怎麼會爬樹？隨後，溫南希眼眸一瞼，便快速跟那頭刺獸對戰起來。他平日溫潤雅致，真正戰鬥時卻帶着冷厲氣勢，古刀飛旋，如風刃般射向刺獸。刺獸反應極快，避開了致命一擊，但古刀旋轉着落於他手中。他從空中一躍而下，古刀直接從野獸脖子刺穿，動作優雅輕鬆，一滴血都不沾。轟！刺獸倒地，我睜大眼睛，他根本沒用全力就輕鬆解決了。溫潤只是表象，他實力強悍，前身到底怎麼敢招惹這些獸夫的？妻主。溫南希看我一直沒有反應，一躍而起上了樹，我一驚，本能後退，猝不及防，直接掉了下去。他在半空接住我。妻主沒事吧？我被他抱着，能聞到他身上清雅的氣息，身體不由自主僵硬。想到他殺野獸的樣子，想到前身虐待他，我連碰都不敢碰他。那個我沒事，你放我下來就行。溫南希低頭看我，眼神幽深，我眼裡只有警惕，和以前不一樣。他低頭，聲音沙啞：“妻主，這是怕我。”我咬了咬唇：“沒有，怎麼會呢？”抬頭對上他眼底的暗色，像漩渦要將我吞進去。我突然意識到，對這個蛇獸夫我一點都不了解。平日溫潤是偽裝，我想下來他卻不放，我掙扎不動，異能太弱。妻主以前會喜歡我這樣抱着。我訕訕一笑，我這不想改過自新嗎？正想着怎麼脫身，腦海裡突然響起軟萌的聲音：“宿主，我總算是醒了。”是空間系統。你沒事便好，我空間裡的物資呢？宿主，你穿越時我也受傷了，現在空間權限受限，只有半亩地，物資要升級後才能打開。升級契機是什麼？就是宿主跟獸夫親密接觸會釋放權限，這次是抱抱我才能醒，如果叫尿尿的話，空間升級就快了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你要是想讓我活着，別說這些。先靠自己找食物吧。回過神來，溫南希已經把我放下，我趕緊離他遠點，去看那頭野獸。這個能吃嗎？不能，是變異獸。我眼眸微微垂下，只能繼續採摘西紅柿來充飢了。溫南希自動過來幫忙，很快背簍滿了。我還想找點別的，正四處看着，空間系統突然興奮道：“宿主，前方100米草叢地下有紅薯。”聽到空間系統的話，我神色一動。紅薯，有了紅薯，今天就不會餓肚子了，而且紅薯產量高，以後還可以種植。系統，你太棒了！宿主往前走，方圓100米我都能探查。我來到系統說的位置，扒開草叢，看到了紅薯葉子，先快速採摘了一些。溫南希跟在身邊，看着我摘草，愣了一下。這些是紅薯葉子，可以做食物。我抬頭看他，相信我，這不是草。這個世界的人還不知道地下的食物。我眨巴着眼睛看他。溫南希，你能不能幫我挖一下地底下？他神色微動，以前我都是命令，從沒這樣好聲說話。好。他用古刀灌注異能往下挖，一個用力，地面出現大坑，紅薯碎了好幾塊。別這麼用力，
下面是食物。他放轻动作，小心挖出一个个红薯，弄干净泥土放进篮子。我眉眼弯弯，謝謝。他愣了一下，似乎從沒聽過這兩個字，啞然失笑。這本就是我該做的。背篓籃子不夠裝，我直接將紅薯收進空間。溫南希看着食物憑空消失，露出不可思議的神色，低聲呢喃：空間？我也有空間異能。我沒打算隱瞞，展現異能也能讓他們有所忌憚，別總想着報復我。他心中顯然掀起驚濤駭浪，治療異能加空間，受試極少見。七主確實跟以前不一樣了。我說了，我想改過自新，3個月後放你們自由。他沒再說什麼，我繼續採摘蘑菇和木耳。他提醒有毒，我解釋有的蘑菇沒毒，木耳處理好也沒毒。不管他信不信，我摘我的。系統又提示，左手邊100米有薑和蔥。我趕緊去挖，有了蔥薑做菜可以去腥，有了這些食物，我們大概幾天的吃喝不愁了。大概是因為殺了一個野獸，這附近暫時沒有什麼野獸了。眼看天色不早，我起身準備回去。溫南希幻化蛇身，我規規矩矩坐着，沒敢亂動，更沒敢抱。可他急速飛馳，我差點掉下去。他用尾巴拖住我。七主。可以抱緊我？抱緊嗎？他不是不喜歡跟我擁抱嗎？我剛想拒絕，空間系統尖叫：宿主快抱住！哪怕只是擁抱，時間長也能掉點小權限。我眼神緊閉，拖出去了。我一把抱住他，抱住的一瞬間，他速度似乎慢了下來。速度一慢，我緩緩睜開眼睛，不自覺地往下看。山谷有條河，水清澈見底，裡面好多大魚，5、6斤，甚至10斤的都有。溫南希，我們去河邊抓魚。他落在河邊，化成人形，輕輕將我放下，態度好像有點變了。七主想抓魚玩？我要吃魚肉。他輕啞一笑，好。以前我最討厭帶腥味的魚，因為部落有人吃魚被刺卡死，大家都不吃。他用風系異能，在水面一捲，10幾條魚落在岸邊，又摘草穿起來，動作優雅。我挨個將魚放進空間，魚太多吃不完，可以做魚丸。準備回去時，我還在河邊草叢發現了河螺和河蝦，眼睛一亮，受試物資太豐富了，遍地是食材。我將那些河蝦和河螺也全部放回了空間。一陣操作過後，我已經滿頭大汗。還需要嗎？溫南希溫聲問道。不用了，這些足夠了。回頭需要食物時可以再來。溫南希點頭，載着我回了石屋。太陽還沒落山，大概下午4點左右。蕭繼涵和花嶺葉都沒回來。溫南希主動解釋，他們可能走遠了，天黑應該能回來。沒事，想什麼時候回就什麼時候回。最好不回來。今天弄到的食物夠我和溫南希吃了。他仔細看我神色，發現我真的不在意。若是以前，我早就罵開了。七主累了一天，先去歇着，我去做飯。這些食物你不知道怎麼做，我來吧。我打算做魚麵，一條魚5、6斤，正好適合。溫南希好奇地看着，洗手上前。我可以幫你做什麼？幫我把蘑菇、木耳還有紅薯葉子洗乾淨。好。他拿着木盆去院子裡洗，我接水開始處理魚，用骨刀片下魚頭魚骨熬湯，魚肉刮成魚糜。這時候門外傳來動靜，花嶺葉回來了，扛着一頭野豬。他看到院子裡的東西，眸光一沉。這些東西是你帶回來的？你傷勢那麼重，他不讓你休息，讓你去弄食物。溫南希解釋，是七主採摘的。花嶺葉嘴角勾起冷笑。溫南希，你不是也厭惡他嗎？別他幫你療傷一次，你就為他說話了。沒有雌獸願意進廚房，更別說我們這位七主。別忘了他之前對你做過什麼，誰知道這次又耍什麼花招？我不信他會變好。前身為得到他們，裝失憶，裝變好，結果更過分。溫南希動作一頓，他在造物，不信你可以去看。花嶺葉朝造屋看過來，看到我在忙活，愣住了。他有異能，視力極好，能看到我刀工飛快的在切魚。他要做什麼？做飯？吃魚？他不是最厭惡魚腥味，嫌魚肉有刺嗎？我聽到後皺了皺眉，沒有理會他們，反正也就3個月時間，他們想說什麼就說吧。溫南希輕聲回道：早晨你們不在，早飯也是他做的，那種酸澀的紅果，他能做出美味的湯。花嶺葉明顯不信，沉默地去旁邊割豬肉。我看向院子裡沉默幹活的他，想起前身有一次趁他重傷露出本體，要扒了他的狐狸皮，那一身火紅的狐狸毛確實高貴豔麗。想到這些記憶，我有些頭疼。現在寫休書，他們轉頭就能殺我。轉眼我看到他們帶來的野豬，我眼睛一亮。豬皮可以做皮凍，豬板油熬油，豬花油熬油，還能做油渣當零食。這個世界獸人們食量大，卻經常餓肚子，做點零食閒暇吃一吃剛好。院子裡花嶺葉切好肉裝好，看水缸水不多，提着木桶去打水。反正回家不能閒着，眼神麻木，心口憋悶。蕭繼涵回來時正好碰到他，看他臉色不對，問：怎麼了？他又對你做什麼了？花嶺葉神色陰翳，沒做什麼，正在造屋做飯。他何曾進過造屋，根本不會做飯，卻突然去做。你說這次該不會想下要毒死我們吧？我一邊刮着魚糜，一邊聽着蕭繼涵和花嶺葉在說話。昨天是我的錯，我若是不反抗，他或許不會有更偏執的想法。蕭繼涵的聲音很冷，我知道，以你的心性，寧願死也不會讓他碰一下。花嶺葉接話，我也是這種想法，所以你不必糾結。若是像梅清晨和沈慈安那樣，
長久消失对他不管不顧，倒也輕鬆自在。梅清晨和沈慈安是我另外2个受夫没解除關係，但消失得無影無蹤。他們背後都有強大的勢力，家族有秘法克制受夫契約，哪怕蘇夢瑤死，他們也能好好活着。蕭繼寒低了低頭說：“但我們不能。”他們說的沒錯，若我死了，他們也要陪葬。說完後，他們走到我和溫南希旁邊說：“晚飯我和花嶺葉都不吃了。”溫南希嘆氣：“妻主跟以前不一樣了，還是一起吃吧。”蕭繼寒搖頭：“我們不餓。”我刮着魚糜的手頓了頓，看着滿滿一盆魚糜，語氣有些委屈：“我準備了4個人的飯。”話音剛落，他們厭惡地瞥了我一眼，走開了。溫南希摸了摸我的頭，安慰道：“我晚上送到他們房間吧。”好。空間系統在我腦海裡笑：“宿主，他們這是怕你下藥呢。”我嘴角抽了抽：“我知道。”做飯很快，豬板油熬油，炒了西紅柿炒蛋，熬魚湯，做純魚肉麵，烤紅薯，裝了2盤西紅柿炒蛋，烤紅薯，2大碗魚肉麵，1大碗魚湯。為了證明沒下藥，我當着溫南希的面吃了喝了。我沒下藥，更沒下毒，我還指望你們保護我找食物，不可能害死自己。溫南希眼神溫潤：“我知道他們會吃的。”他端着食物去了蕭繼寒房間，我繼續收拾灶屋，隱約聽到那邊傳來吃東西的聲音。又過了一會兒，溫南希回來了，我坐在桌前，看着他眉眼彎彎：“回來了，一起吃吧。”溫南希愣了一下：“妻主是在等我嗎？”“對啊，我們一起做的飯，自然要等你一起吃。”溫南希對上我的眼眸，溫潤雅致的臉上帶上了柔和的神色。好。他坐下來後，我將筷子和勺子遞給他，這才開始吃飯。餓了一整天，魚麵上面打了鳥蛋，放了煮熟的紅薯葉子，吃着很香。我專注地吃着，沒去看他。吃的差不多後，我抬頭看溫南希，其實我也不清楚他的來歷，只記得是前身的父親有一次帶回來的人，囑咐好好待他。食物還合胃口嗎？溫南希溫聲問道。很好吃。妻主若是想吃什麼，可以說步驟，我來做，你就不必辛苦了。我笑着道：“沒事，閒着也是閒着，而且我喜歡做美食。”在末世食材有限，來到壽市，雖然文化落後，但物資豐沛，都是有機食材，能做各種各樣的美食，這讓我很高興。溫南希看着我明媚的神色，便知道我說的是實話。那以後我來給你打下手。好。吃飽飯後，溫南希很自然地收拾碗筷，這是她流放後吃的第一頓飽飯。我去院子裡燒草木灰，準備把豬下水洗一洗。天氣還熱，豬肉不處理容易壞，打到食物不容易，一點都不能浪費。就是沒有香料，附近城池裡有藥店，或許有香料，但要兌換需要很多肉和獸皮。那些香菇我打算曬乾，磨成粉做調味料，木耳也曬乾存起來。另一邊，蕭繼寒和花嶺葉吃飽後，看着空碗盤，都沉默了。花嶺葉道：“若不是親眼看到，我都不相信是他做的飯，竟然這麼好吃。我以前在家族內都沒吃過這樣的美食。”蕭繼寒低聲道：“按照規矩來說，應該是我們照顧他，不該他為我們做飯。”花嶺葉無奈道：“是我們不想為他做飯嗎？是他總是挑剔我們做的飯，辛辛苦苦做的食物，他一生氣就掀桌子，寧願都扔了也不讓我們吃。今天太陽仿佛從西邊出來了。”花嶺葉有種不真實感，狐疑道：“溫南希說他今天跟以前不一樣了，難不成是真的？”蕭繼寒清冷的眼中泛起一絲波動，似乎是他撞到牆上醒來後，眼神就變得不一樣了。再看看吧，別中了他的圈套。花嶺葉頹然道：“也是，先收拾碗筷吧。”他們從屋內出來時，看到坐在院子裡忙活的我，都以為出現幻覺了。我沒回頭看，溫南希收拾好灶屋出來，看到我走上前，輕聲道：“妻主需要做什麼，我來吧。”現在沒什麼，就是把這些清洗乾淨就好。溫南希看清盆裡搓洗的東西時，神色一動：“往常狩獵帶回來的野獸，這些東西都被扔了，也沒法吃。”我耐心解釋：“這些其實也是好東西，用草木灰搓洗乾淨做好就能吃了。以後野獸的下水都可以留着。溫南希，以後我不會讓你們餓肚子的。”溫南希聽到這句話，看着我認真的眼神，眉眼都變得溫柔起來。“我相信妻主，只是不讓妻主餓着是我們的職責。可有需要我做的事情？”那些紅薯，我打算全部切成細塊。我說道：“好，我來做這些。”我坐在一旁靜靜地看着，而此時蕭繼寒和花嶺葉收拾完碗筷也過來幫忙了，3個人一起動手很快，切好的紅薯放入鍋中，大火熬煮，熬煮軟爛後，我正好清洗好下水進屋，看到溫南希在熬煮，蕭繼寒和花嶺葉把紅薯搗成泥，我微微詫異，沒想到這2個人厭惡歸厭惡，該幹活還是幹活的。我上前對溫南希道：“這樣就可以了，先舀出來過濾一下。”我找來紗布和木桶，溫南希照做。現在有點燙，等冷卻一下再捏紗布。蕭繼寒手指一動，一股寒氣包裹住木桶和紗布，溫度立馬降下來。我驚呆了，轉頭用灼灼明亮的眼神看着他，差點忘了蕭繼寒的異能是冰系異能，天然的冰箱。我想讓他幫忙建個冰窖儲存食物，但怕他拒絕，忍了忍沒開口，眼神黯淡下去，轉過頭。蕭繼寒眉心微蹙，放低聲音問：“妻主，
可是需要我做什麼？我一愣，没想到他会主动問，他的声音依然清冷，但似乎没有昨天那种刺骨的寒意。我轉頭看他，確定他眼神平靜，便開口道：你能幫我在院子角落挖一個冰窖嗎？用來儲存肉類食物，免得壞了浪費。在末世養成的習慣，我不喜歡浪費食材。蕭繼寒神色微變，低聲道：好。他直接去院子裡做冰窖去了，執行力這麼強。花嶺葉似乎不甘示弱，直接用異能往柴火上放火。他是火系異能，冬天最管用。我看着他，眼睛亮晶晶的。花嶺葉發現我的目光只落在他異能上，根本沒看他一眼，眼裡帶着些委屈。我以為他是在委屈自己，於是立馬離開了他這裡，走到溫南希身邊，教他過濾紅薯葉，之後再把汁液放鍋裡熬煮。推算時間，明天晚上就能得到紅薯澱粉，或許可以做紅薯粉絲了。都忙活得差不多，我用燒好的水洗澡，洗完剛準備出來，卻聽到外面有響聲。我臉色一變，趕忙從屋內出來，來到門口，便看到門外冒出很多怪獸，部落裡的雄獸都在作戰，是變異獸，比白天見過的更怪異。溫南希、花嶺葉和蕭繼寒正在對付他們，他們速度極快，異能變換為各種武器。小心！蕭繼寒身形一動，冰系異能化成的冰刃直接刺穿一個變異獸的頭顱，黑血流出來。蕭繼寒直接用冰系異能將其凍住。這些變異獸似乎在朝我攻擊，花嶺葉放出火焰異能燒掉它們。桀桀，詭異的叫聲帶着尖利的笑聲。溫南希身影極快，似乎能瞬移擊殺一個個變異獸。很快，他們齊心將這些變異獸全部殺死。溫南希第一時間來到我身邊，仔細看着我。七主，沒事吧？他擔心我被嚇着，但我神色平靜，並沒有嚇到的樣子。我只是被驚着，並沒有害怕。我搖頭道：我沒事。蕭繼寒和花嶺葉神色驚訝地看着我，前身只要聽到變異獸的聲音，就會躲進屋內發抖，而現在我卻說沒事，他們難免驚訝。我話音剛落，溫南希輕嘆一聲，伸手溫柔地給我理順頭髮。沒事便好，七主濕着頭髮出來，容易着涼，先回屋吧。他伸手將我抱起來，我完全猝不及防，條件反射地抱住他的脖子。蕭繼寒和花嶺葉看到這一幕，都露出驚詫的神色。溫南希看似溫潤，可並不是好說話的人，之前從沒讓前身碰過。空間系統在我腦海裡激動大叫：宿主，讓他多抱抱，抱緊點親他，說不定能開啟權限掉落物資。我要是那樣做，他能把我甩出去。他主動抱你，說明不討厭你。想想你空間裡囤的那些物資。我確實心動，但不會主動往上湊，不過是他主動抱我，我多抱一會兒總可以吧。溫南希將我抱進屋內，放在床上，我沒鬆手。空間開點權限啊。溫南希低頭溫柔看着我，是不是哪裡不舒服？我抿了抿唇，硬着頭皮道：我有點怕。天知道，說完這句話，我恨不能找地洞鑽進去。溫南希心口一軟，將我抱緊了些。別怕，我在這裡，不會讓變異獸傷害。蕭繼寒和花嶺葉進屋時，正好看到這一幕，他們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神色複雜。就在這時候，空間系統激動道：宿主，空間放出了一些調味包，可以放開它了。我趕忙從溫南希懷裡出來，我沒事了。我不敢看他，生怕他看出我只把他當工具。溫南希溫潤一笑，七主頭髮還沒擦乾。他拿出乾淨的布要幫我擦。花嶺葉猶豫了一下，上前道：我來吧。他手心釋放出灼熱的溫度，烘乾我的頭髮。我驚訝不已，這可比吹風機管用多了。更驚訝的是，花嶺葉那麼厭惡我，怎麼會主動幫我？他靠近時，神色突然變得狐疑。他是狐獸，對氣息感知敏銳。以前我身上氣息陰暗冰冷，現在花嶺葉差點沒控制住異能，手指竄出一絲小火苗。小心！蕭繼寒一道兵器將其熄滅。花嶺葉回神，趕忙道歉：對不起。我擺手：沒事沒事。我嘴上說着沒事，心裡想着估計他恨得想燒死我。無論如何，今晚謝謝你們保護我。溫南希溫聲道：保護七主是我們的職責。我可不信，以前變異獸半夜闖入，前身被嚇病過，這次他們乾脆利落的解決，我該表示一下。這樣，為了表示感謝，明天我為你們做好吃的，早飯我來做。花嶺葉開口：明天輪到我，留在家照顧七主，我會照顧好你的。我想讓溫南希陪我，但又覺得不公平。狩獵確實危險。這些變異獸怎麼回事？溫南希解釋：野獸被奇特黑氣侵襲後，會變異成變異獸，實力會增強，習慣攻擊獸人。平日只在山林活動，但月圓之夜會闖入部落攻擊獸人。變異獸的肉有毒，不能吃。可知道是什麼樣的黑暗氣息？溫南希低聲道：沒人知道，越是北邊寒冷的地方，變異獸越多，所以犯事的獸人都被流放到北羅部落。溫南希解釋了一番，我對變異獸有了了解。被流放到北羅部落，在獸皇城那些人眼中就是來送死的。氣候嚴寒，變異獸多，食物短缺。等雪季到來時，變異獸不會出現，但沒儲存夠食物和獸皮，一樣會凍死餓死。眼下農曆7月初，大概11月就進入雪季。我還有4個月時間準備，這期間空間能升級最好，囤積的物資就能拿出來。
但眼下還是要多準備食物。我消化了這些消息後道：謝謝你們，我現在沒事了，先休息了。你們也早點回去休息吧。雖然我語調溫和，但他們能看出我神色間的疏離。以前前身叫他們靠近，他們躲得遠遠的；如今他們對我有點改觀，我卻趕他們走。溫南希給我掖好被角，那七主好好休息，我就在隔壁，有事隨時喚我。我點了點頭。等他們都離開，我立刻進了空間。空間系統機動獻寶。宿主就是這些。空间田地上多了調味料，醋、黄豆醬、醬油，還有一包包香料。我眼睛一亮，有了这些就可以做很多美食了。猪下水可以用这些香料做滷味了。感受到我的高興，空间系統也高興。他指着堆放的紅薯道：宿主，這些紅薯比之前囤積的大1倍。確實，壽氏的蔥薑紅薯幾乎都比末世大1倍。雖然大，但口感很甜，而且是沒有農藥的有機食材，柴火做出來格外香。把這些紅薯先種空間裡。我用意念種植，先用異能催芽，再種在空間田地裡。做完一切後，我從空間出來，聽到了門外似乎有竊竊聲。我悄悄地走到門後，耳朵貼着門，蕭繼寒的聲音先響起來：“你可是發現了什麼？”花嶺葉低聲道：“我是九尾狐獸，對氣息格外敏感。我能聞到七主身上的信息素，跟之前完全不一樣。以前他的氣息陰冷古怪，讓人厭惡；如今乾淨溫暖，如花香如陽光，讓人想靠近。一個人的信息素，就算有細微變化，也不會徹底變成另一種。”話音剛落，三人沉默了起來。沒一會兒，門外傳來急切敲門聲。大妹子在家嗎？是隔壁林大姐。我快速起身，前身來到部落後行事張狂，跟部落眾人關係都不好，只有隔壁林琴熱情，一口一個大妹子叫着。採摘了東西也願意給前身嘗一嘗。我剛從裡屋出來，溫南希就在門口。門口聲音可吵到七主了。是林大姐，大半夜可能有什麼急事，先去看看。溫南希道：“我陪着七主。”蕭繼寒和花嶺葉跟在身後，我打開門，門口站着林琴，還有首領和首領夫人。林琴道：“大妹子，首領和夫人找你有事。”首領小心翼翼道：“蘇姑娘，小女被變異獸傷到，傷口感染厲害，無醫無法救治，我只能厚着臉皮來求蘇姑娘幫忙。只要肯救小女，讓我們做什麼都行。”首領夫人也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。他們平日極有威望，從未低聲求過人。他們在當地有威望。他們一個兒子嫁進城裡大戶人家，女兒古寧寧年紀小，身體弱，平日很少出門。這次不知為何被變異獸咬傷，我腦海裡閃過一個小姑娘，前身罵她時，她嚇得哆嗦着跑遠。我神色一軟，走吧，我過去看看。首領和首領夫人都愣住了，不敢相信我這麼好說話。他們本來都準備好跪下求我了。首領夫人激動道：“太謝謝蘇姑娘了，只要能治好寧寧，你就是我們的恩人。”我知道首領一言九鼎，有了這份恩情，以後在部落生活會方便很多。來到首領家，我看到一個12、13歲的小姑娘，圓圓的臉，圓圓的眼睛，瘦的皮包骨頭。她腿上傷口冒着黑血，疼得默默哭。首領夫人上前：“寧寧別怕，蘇姑娘給你看看。”古寧寧看到我，本能的哆嗦了一下。我溫柔道：“放心，沒事的。”他看着我臉上的笑容，愣住神。我檢查傷口，釋放木系治療異能，很快潰爛的傷口不再潰爛，黑氣被去除，血變紅了。首領夫婦驚呆了。他沒事了，養幾天傷口就愈合。他感染厲害，是因為體質虛弱。首領眼眶紅了。不瞞蘇姑娘，寧寧吃不進飯，吃了就吐，一到冬天就容易感染風寒。我給古寧寧把脈時，也看出她脾胃太弱，肉類不好消化，尤其生吃對脾胃不好，而且她總在屋內待着，不曬太陽，更體弱。肉類要切得細細的，用熱水煮熟吃。太陽好的時候要多曬太陽。首領夫婦認真記着，極為感激。首領夫人拿出一袋金幣，這是100銅色金幣，希望你別嫌棄。部落平日以物易物，金幣是去城池護市用的。看到金幣，我神色一動，能買很多東西，我毫不猶豫地收下了。臨走時，首領夫人又給了些肉和玉米麵。根據記憶，壽氏有玉米種植，但大家只是煮着吃或磨粉泡水，覺得辣嗓子不愛吃。部落儲存玉米麵只為過冬不餓肚子，但我知道這是好東西，明早可以煮玉米麵湯，打點雞蛋放上紅薯，做玉米雞蛋紅薯羹。想到這裡，我眼睛一亮，想了想說：“夫人，玉米麵是好東西，古小姐脾胃虛弱，明早可以熬玉米麵湯給她喝。”林夫人嘆口氣：“我用水泡過，她不愛喝，在鍋裡煮也不知怎麼弄，不好吃。”聽她說話就知道不會做飯。明早我煮好送來些吧。溫南希、蕭繼寒和花嶺葉都在院子裡等着，他們聽着我跟首領夫人游刃有餘的說話，都感到驚奇。以前我一開口就很嗆人，何曾這樣溫柔細聲說過話？我要回去時，首領夫人依依不捨地拉着我的手。
蘇姑娘，有时间一定来家裡玩啊。我笑着点头。好，我回家直接上床睡觉，天气热，晚上躺在兽皮上有些难受，还有蚊虫。我心想白天要去山林找些驱虫的草药，再编点草席。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醒了，我刚打開裡屋門，就看到花嶺葉在院子裡，他狐狸眼勾起驚異的神色，以前前身都睡到日上三竿，他快速上前。切主醒了。我愣了一下，你也起這麼早？他把水盆洗漱用品端到我身邊，我不習慣這樣。以後你們忙自己的就好，不用如此照顧我。花嶺葉略帶別扭道：作為獸夫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。我淡淡道：你們如今只是我名義上的獸夫，3個月後自會離開，不必如此。我不習慣被人伺候着，有種被監視的感覺。花嶺葉聽到這番話，心中湧上一股不舒服的感覺。那也有3個月，這3個月我們應該照顧你。我開口：其實你們不用勉強的，沒有你們，我也能照顧好自己，餓不死。花嶺葉心中一沉，明明他沒有罵人，但聽着這些話，心裡卻沉甸甸的。我認真道：放心，我說到會做到。說完，我自顧洗漱，一會兒還有很多事要忙。簡單洗漱後，我準備做早飯，用昨晚空間冒出來的香料燉煮豬下水。花嶺葉看着我忙碌的身影，瘦瘦小小的，像是被他們拋棄一樣，看着惹人憐惜。我能幫忙做點什麼？我轉頭看他神色認真，便開口道：昨晚弄的紅薯澱粉已經沉澱了，需要把上面的水倒掉，再加水攪拌，繼續沉澱。好。花嶺葉應了一聲，蕭繼寒和溫南希也過來幫忙。他們起得早，剛剛花嶺葉和我的對話都聽清楚了。我這次好像真的準備解除關係，這讓他們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露出狐疑。溫南希沒說什麼，上前幫忙燒火；蕭繼寒去劈柴，周身冷冽清寒。我想到第一天穿越的場景，內心有點排斥，不太願意跟他過多接觸。不過他昨晚確實盡職盡責保護了我，我也說服自己，只需要再有3個月。昨晚睡了一晚，能感覺到異能增強了一些。燉煮豬下水時間長，要看火候。當鍋蓋冒着煙氣，散發出濃郁香味時，溫南希他們都露出驚異的神色，太香了！就連隔壁林琴還在睡覺，都被香味香醒了，睡夢裡口水都要流出來。豬下水燉煮好後，我又用另一口鍋做玉米雞蛋羹，往木盆倒入玉米麵粉，加井水攪拌均勻。拿碗打入鳥蛋，用空間調味料加醋去腥，待鍋裡水開，倒入玉米麵粉攪拌，再倒入鳥蛋液。溫南希看着我如此用玉米麵做食物，微微一怔，臉上更加疑惑。我煮好後，用勺子舀出5大碗，放在桌子上，又把燉好的滷味舀到盆子裡。好了，可以吃飯了。其實用饅頭或大米就着滷肉最下飯，可惜這裡沒有。不過根據前身記憶，壽氏大陸有大米、小米，顆粒比末世大2、3倍。我去看溫南希他們，3個人把灶口和院子打掃得乾乾淨淨，柴火劈好堆在角落，玉米澱粉也重新攪拌好靜置着。我看到院子一角的冰窖，眼睛一亮。蕭繼寒低聲道：昨晚做好的，妻主覺得哪裡不好，我再修整。我蹲下，順着台階往下看，腳底一滑，差點摔倒。蕭繼寒伸手要護我，我想到他那麼厭惡我，只能往另一邊倒去，摔在地上。蕭繼寒手指顫了顫，我沒注意他的異樣，滑下台階，看到冰窖裡都是冰塊，很滿意。蕭繼寒，謝謝你，昨天沒吃完的豬肉都可以儲存在這裡了。我仰頭看他，眉眼帶着真誠的笑意。妻主若是還需要做什麼，請吩咐。我擺手，不用了，先吃早飯吧。我把1大碗玉米蛋羹放進籃子。你們先吃，我把這個送去給古寧寧，她身體虛弱，這個應該能喝進去。溫南希起身，妻主先吃，我去吧。不用，我親自跑一趟，順便幫她看看身體。其實我想的是，若我調養好古寧寧的身體，部落知道我有堪比巫醫的醫術，我在部落的地位也會提升。離開這幾個獸夫後，我也能好好生活。去首領家裡的路上人少，大人們都自動避開我，只有幾個獸崽在看着我喊：醜八怪，又壞又醜的醜八怪！別說他，他會打人。我聽着這些話，沐浴着陽光，臉上帶着笑容，毫不在意。我朝他們笑了笑，他們反而嚇着一溜煙跑了。我被逗笑了，挺可愛的。那些獸崽能力弱，有的沒完全化形，露出可愛的耳朵或獸身，毛茸茸的。首領家裡，首領夫人看到我親自送來玉米蛋羹，驚訝不已。這怎麼好意思？夫人給寧寧嘗嘗，她脾胃虛弱，先喝點好消化的養一養。便說，我便給他把脈，被變異獸咬傷的地方完全好了。看着湯到他手裡，我便起身要走時，武寧寧大膽扯住我衣袖，眨巴着眼睛，可憐兮兮的。我心一軟，輕輕拍拍他。先嘗嘗玉米蛋羹，多喝點，多出門曬太陽，身體就會好起來。他聽話的舀起來喝，喝了一口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好香。首領夫人驚呆了。慕瑤姑娘，你是怎麼做的？我以前給寧寧喝玉米麵，她都能吐出來。我解釋了做法，他恍然大悟。回家後，我看到溫南希他們3個還站着等我。你們站着做什麼？怎麼沒吃？花嶺葉狐狸眼一勾，
別有深意地看着我。妻主难道忘了？你規定了，你没吃飯的話我們不能吃。以前你剩下的食物我们才有資格吃，如今妻主讓我們上桌吃飯，對我們好很多了，我們怎能先吃呢？花凛夜說話時，那雙狐狸眼就那樣定定地看着我，專注的仿佛天生含情，我差點沉浸在他眼神裡。好在保持着冷静理智。哦，那是以前。我打哈哈道，这不我答應你們以3個月為期限嘛，我就想着咱們先和平相處，3個月你們得到自由後也別找我麻煩，對不對？溫南希清俊的眉眼一動，妻主放心，南希不會傷害如今妻主一絲一毫。花凛夜也平和了許多，希望妻主一直這樣，不要變成之前的樣子。蕭繼寒沉默着沒說話，我想了想道，以前確實是我不對，我跟你們道歉，以後不會那樣了。我知道你們可能不信，但日久見人心嘛，你們就先忍一忍，或許我還能提前跟你們解除契約關係。溫南希眼底帶着溫柔，不怪你，別餓着肚子，先吃飯。我把玉米蛋羹喝完，說，吃完飯我也跟着去狩獵。好，我陪着妻主。花凛夜眼尾一挑，今天該我陪着妻主了，妻主想去哪裡，凛夜就帶你去哪裡，可好？他說話時尾音微揚，我都不敢對視他的眼神。其實我想跟溫南希去，但感覺到他們之間暗戳戳的劍拔弩張，只能低頭說，那就按規矩來吧。吃飯時每樣食物都美味，那豬下水他們本來不想吃，聞了半天香味還是吃了。沒有哪個雌獸願意為獸夫下廚，光這一點就不該浪費。真正吃進嘴裡才知道有多美味。大家吃飯速度不由自主加快，還不斷用探究的眼神看我。我低頭默默吃，只露出個頭頂。這頓飯吃的簡直煎熬，總算吃飽了。我抬頭看他們的碗和滷味盆都空了。你們是不是沒吃飽？溫南希溫柔一笑，吃飽了。妻主做的食物很好吃，以前這些東西都被我們扔了，現在想來着實浪費。吃飽後，他們搶着收拾碗筷。之後，溫南希和蕭繼寒去狩獵，花凛夜帶我去山林。他直接變成本體2米多高的九尾紅狐，我被驚豔住了，真的好美，紅色狐毛高貴豔麗。我明白前身為何心心念念想用它狐毛做衣服了。花凛夜瘦身有點高，我蹦跳幾下上不去，他用一條尾巴捲着我，輕輕放在後背上。妻主想去哪裡？你知道哪裡藥材多嗎？我想採藥解毒，還有他們3個身上的內傷、外傷也需要治。前身虐待他們時激發了精神狂化，傷得更重。我有責任為他們解除，這樣才能互不相欠。知道，我帶妻主過去。花凛夜奔跑速度很快，我條件反射抱住他，抱住狐毛和抱住蛇身，感覺完全不一樣，太舒服了，又漂亮又軟，聞着還有淡淡香味。我仿佛受到蠱惑，不由自主伸手摸了摸。花凛夜身體一顫，在山林裡停下，低聲沙啞道：“妻主在摸什麼？”我頭皮一麻，沒什麼，你別誤會，我就是不小心抓了一下狐毛。我不敢亂動了，手也不敢放在花凛夜的狐毛上，雖然手感真的很好，但我還想好好活着。花凛夜感覺到我不對勁，直接化身人形，一把將我抱住，輕輕放在地上。妻主，這是怎麼了？他低頭看我，聲音放輕。我低着頭看腳尖，小聲解釋：我不是故意抓你狐毛的，就是你跑得快，我不抓着會掉下來。我可不敢承認我摸了。花凛夜低頭看我這個樣子，聲音更輕了。沒事，你想怎麼抓就怎麼抓。我一愣，抬頭對上他的眼眸，那裡沒有冷意，反而柔和。他沒想在這裡報復我，我鬆了口氣。好。花凛夜再次化身獸身，用狐尾將我捲起，放在背上。剛要出發，我突然看到旁邊一棵樹。等一下，先放我下來。我跑過去，仔細一看，心跳都快了。這是小麥，麥稈比末世粗高，上面結滿金黃色大顆粒。花凛夜走過來，怎麼了？這是食物，叫小麥。我激動地跟他分享。花凛夜不太懂，但問：妻主，可需要把這些採摘下來？整個割下來。麥稈還能燒火，編東西。收穫小麥，我看花凛夜都順眼多了。要不是他帶路，我根本發現不了。回頭可以做面食了。花凛夜快速幫忙割下麥稈，我直接收進空間。他愣了一下，空間異能？我點頭，他眼中閃過驚異，但沒多說。妻主還需要什麼？我看看周圍，找找還有沒有這種小麥。空間系統說方圓100里沒有，我有些失望。花凛夜化身本體，躍上高樹，動用虎眼能力下來道：還有一棵，我帶你過去。我眼睛一亮，他載我過去割下，我收進空間。空間系統突然激動，宿主，右邊60米是白菜。我轉頭看去，一片白菜地，雖然是正常大小，但足夠了。有了白菜，可以包餃子、做餡餅。我興奮地拿出骨刀，要挖花凛夜走過來。我來吧，妻主在旁邊歇着就好。他看我這麼激動，知道這草肯定不一般。我眉眼彎彎，笑盈盈道：沒事，一起挖吧。這是白菜，有了小麥和白菜，
就可以做白菜肉饺子，包子还能炒菜，白菜还能腌酸菜，存得久。到了雪季没法出门狩猎，就用酸菜炒腊肉，腊肉也要提前熏出来。花凛叶神色一动，原来这真是食物，他挖的速度变快了起来，很快一片白菜全挖完，我收进空间。多謝了，晚上给你們做好吃的。花凛叶眉眼一动，七主不必说谢，能吃到七主做的食物是我的荣幸。我没当真，这家伙太会魅惑人。接下来去有药材的地方吧。花凛叶化本体馱着我往山林深處走，1個小時後来到一片山谷，濃郁的藥香氣撲面而來，山谷裡長滿各種藥材。花凛葉提醒，這裡有些藥材有毒，之前有野獸闖入當場中毒。我點頭，放心，我有數。拿着古刀小心挖藥材，尤其看到幾味能解我身體毒素的關鍵藥，解了毒，容貌就能恢復。挖着挖着，空氣中突然傳來陰冷的嘲諷笑聲，我全身戒備起來，環顧四周，卻什麼都沒發現。空間系統發現什麼了嗎？宿主什麼都沒發現，就是你腳邊這藥材有毒，別碰。我聽到陰冷的聲音，透着殺意。我凝神道，可能是前身在獸皇城那5個獸夫派人來殺我。空間系統緊張道，宿主，我有能量，可以保護你。沒事，大不了用那種方式快速提升實力。強行吞噬周圍植物氣息，能提升異能，但身體承受不住會爆體或虛弱很久。系統急忙說道，這不是萬不得已嗎？空間系統寬慰，宿主別怕，9尾猴狐獸夫在周圍布的狐毛上有魂力，你有危險他會回來。我淡淡道，他們應該希望我死吧，我不期待他們回來保護我。話音剛落，空中傳來尖銳笑聲，一隻尖嘴黑色巨鳥朝我俯衝攻擊，第一道攻擊被周身紅色光芒擋了回去，是狐毛的力量屏障。花凛葉他真的沒想讓我死，巨鳥被擋回後再次俯衝。我運起異能，一手握古刀，一手開始吸收周圍植物氣息，氣血翻湧。就在這時，一支火焰劍直直刺穿巨鳥，花凛葉落在我身前，9條尾巴將我籠罩其中，呈保護姿勢。他真的回來了。他沒多說什麼，直接開戰。空中又多了2隻巨鳥，瘋狂攻擊。花凛葉一邊保護我，一邊彎弓射箭。其中一隻巨鳥化成人形，尖銳道：“花凛葉，你身體中了火毒，強行動用法器跟我們戰鬥，精神海狂化暴亂，不死也慘。就為了保護這麼個惡毒雌獸，不值。我們主人有克制獸夫契約的秘法，他死你們也不會死。你配合我們，主人就把秘法給你。”聽到這番話，我臉色一變，手掌心快速吸收自然氣息，強行提升異能，需要時間，我不能將安危記在別人身上。花凛葉妖冶一笑，他是我的妻主，我絕不允許任何人傷害他。他強行拉動手中的法器，調動異能力量，我在他身後都能感覺到熾熱的火焰氣息將他包裹。咻咻箭矢直射3隻巨鳥，其中一隻突然改變方向，射中說話那隻。噗！他不敢置信地看着花凛葉，你這是在找死！他瞪大眼睛，從空中墜落，被火焰燒滅。另外2隻也死了。花凛葉回頭看我，仔細檢查，有沒有受傷？哪裡不舒服？我搖頭，我沒事。卻看到他狐狸眼泛着赤紅色，身體發抖，嘴角溢出血跡。花凛葉，你怎麼了？他幾乎維持不住人形，全身變成獸身，倒在地上。別靠近我，我會傷害到你。你快跑！我看着這樣的他，心中觸動。他不顧自己安危救我，我不能不管。我不跑，也不會走。你是為了救我才這樣，我不會讓你有事。花凛葉還保留一絲理智，狐狸眼眸光一顫。我走上前，將手放在他頭上，釋放治療異能進入他身體。他昏迷過去，我進入了他的精神識海。我看到了一隻幼小的紅狐獸，5、6歲大。打死他！他和他爹都該死！一身低賤的紅狐毛，丟人現眼的東西。很多人對他拳打腳踢，他一聲不吭，只小心護着懷裡的東西。他們打累了走了，他一瘸一拐回到破敗院子，變成人形，擦擦臉上的灰，進屋燒水熬藥，熬好後去床邊。爹，該起來吃藥了。床上的人影隔着迷霧。凛葉，他們又打你了嗎？小花凛葉努力讓聲音平靜。爹，我真的沒事，你先喝藥，喝了就好了。凛葉，若是有一天爹不在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爹，你不要說這樣的話，凛葉不能沒有爹。他聲音哽咽顫抖，床上的人輕輕撫摸他的頭髮，長長嘆了口氣。場景一變，雪天裡花凛葉爹病得更重，花凛葉跪着去求家主請巫醫，沒見到人，被守衛踢出來。他跪了很久，全身是傷也沒用。他爹死在雪天，他回到院子裡壓抑的哭，卻被人罵着打着。小賤人，你和你爹都該死，家主根本不承認你們存在。看着這一幕幕，我心口疼得厲害。他經歷了這些的時候還那麼小，我想衝進去保護他，卻有屏障隔絕，一直到這會才衝破屏障，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將他小心抱起來。沒事的，以後都會沒事的。
我身體裡所有木系异能全部湧入他體內。花凛葉陷入狂化後，精神困在年少時光，全身很疼，救不了爹，一次次醒陪爹死，卻記着爹的話要活下去。在他絕望時，院子裡出現一道光，光中走來一個女子，如空谷幽蘭，美麗出塵。他對着他笑，如同陽光一樣，身上的氣息那麼溫暖，讓他忍不住想靠近。你很好，不要听那些人那樣說。我抱着他，一道道溫暖的光芒湧入包裹住他。他的精神識海漸漸被修復，風雪散去，被陽光暖意包圍。識海中的他變成了成年模樣。他看着我，精神體九尾紅狐不由自主地將我纏住，緊緊抱住。狐尾似乎從腿上往上繞，狐狸眼帶上了蠱惑的氣息。我頓時全身狠狠酥麻起來。不，憋！這種身體的酥麻站立感讓我完全招架不住。花凛葉的狐狸眼微勾，眼神帶着極致的渴求，精神體9條尾巴都將我纏住，卻控制着沒有弄疼我。好香！他聲音極其魅惑。花凛葉，醒醒！我快速躲避。你不是厭惡我嗎？你看我是誰？我大喊着，根本沒用。別咬！他的頭落在我脖頸，溫熱的氣息落下，我整個身體一下子就軟了。花凛葉。我叫他的名字，聲音卻嬌軟的像在撒嬌。不，這根本不是我的聲音。我瞬間閉嘴。再這樣下去，在他精神識海裡，他能把我吞吃了。我再次用木系異能疏導他，一直到他眼神平和下來，才快速從他精神識海中出來。消耗異能過多，我腿軟沒站穩。花凛葉醒來後恢復人形，直接抱住我。七主，小心！他低頭看我，眼神帶上了缱绻柔和的色澤。我微微推他胸膛，手心觸到腹肌的力量感跟燙着了一樣，縮回來。你先放開我吧。空間系統突然開口：宿主，讓他抱啊！我升級了一點，空間田地擴大1倍，現在有1畝地了，還冒出一小潭井水，是靈泉水。靈泉水可以強身健體、解毒淬煉、恢復異能。我意念掃視空間，確實看到靈泉水井，但不多。只要宿主跟獸夫多多親密接觸，靈泉水還會增多。花凛葉慢悠悠放開我，眼神還帶着一絲痴纏。我鬆口氣，問他：你現在感覺怎麼樣？好了嗎？好了。你身體裡的火毒是怎麼回事？我輸入異能時，感受到了那種霸道的火毒。花凛葉神色苦澀，是小時候他們在我身上下的火毒。你是說徐家的人？我知道他来自獸皇城徐家，是徐家家主的兒子，但不姓徐。不錯，為了方便控制我。我想到什麼，心中嘆息。對不起，當年因為我的原因，你才不得不嫁過來做獸夫，辛苦你了。前身在獸皇宴上見到徐家那位光風霁月的繼承人，仗着背景逼迫徐家嫁人。徐家李代桃僵，讓不受寵的花凛葉嫁了過來。前身將怒火全發洩在他身上，他都默默承受。花凛葉伸手輕柔地給我整理被風吹亂的髮絲。不是你的錯，而且當時離開徐家對我來說是好的選擇。火毒是很早就下到我身上的。話音剛落，他突然神色一怔，火毒被压下去了，而且解了一些。他震驚地看着我，我認真道。你放心，等我异能增強後，就能為你徹底解除火毒。如今只能一點點幫你去除，不過我能幫你壓制住。我的眼神乾淨真誠，說的也是實話，真心要為花凛葉解火毒。花凛葉沒忍住，再次伸手抱住我，這一次抱得很緊，有一種要將我揉進心口的感覺。我心一慌，他不會又要？七主，謝謝你，謝謝。他聲音沙啞，狐狸眼染上薄媚妖冶的紅。以前每次火毒發作，從來不會這麼容易被壓下來。更別說還解了一些，這已經很好了。我心中感嘆，前身做了很多惡毒的事，他們3個留在他身邊，各有各的不得已。我會幫他們治好身體，再放他們自由。總有一天，火毒會徹底解了。感覺到他一直抱着不鬆手，我輕聲開口：那個，時間不早了，我們先吃點飯，下午採摘些草藥，早點回家。我還想早點把小麥磨成麵粉。花凛葉這才依依不捨放開我。好，先吃點東西。七主稍等，我獵到了2隻野雞。剛剛感覺到我有危險，他扔下野雞就趕回來了。一聽野雞，我眼睛一亮。那我們一會兒吃野雞。他露出絕艷魅惑的笑容。好。說完抱着我快速過去拿野雞。哇，這野雞還挺大，比末世養殖雞大1倍半，野雞肉更緊實鮮美。花凛葉愣了一下。七主以前都嫌棄野雞太小不好吃。我睫毛顫了顫。那是以前了，我現在覺得雞肉很好吃。他眼神溫柔。七主喜歡吃的話，以後我經常獵殺野雞回來給你吃。大家一起吃，以後你們獵殺回來的野物，我都給你們做成美食。看了看周圍，你是在這周圍抓的嗎？那這附近或許有雞蛋。如果能孵出小雞，就可以在院子裡養一些。花凛葉道。我找找看。我們一起找，轉了一圈，空間系統突然激動。宿主，
往前走100米，樹下草叢中有野雞蛋。我快速過去，果然在草叢裡發現了野雞蛋。花凛葉神色一動，還真有野雞蛋。我眉眼彎彎，竟然有15個。仔細觀察，這些都可以孵小雞。先把這些帶回去，在家裡用這些雞蛋孵化出小雞。我解釋，只要溫度足夠，就可以用雞蛋孵出小雞來。小心將雞蛋放進空間。我和花凛葉找了個溪水邊，準備處理野雞。他主動接過來，我來吧，妻主在旁邊等一會兒就好。他動作格外利落。處理好後，我開口道：“我們做叫花雞吃。”從空間拿出昨天採摘的蘑菇、蔥薑，放進雞肚子裡，抹上調味料，用荷葉包起來，外面糊上一層泥巴。花凛葉第一次看到這種做法，覺得很稀奇。照着我說的去做，弄好後，他用火系异能烤食物，烤着的時候，濃郁的香味散發出來。他本來習慣中午不吃飯，現在食慾都被勾出來了。烤好後，花凛葉按照我說的，先把泥巴弄開。雞肉還很燙，我聞着香味，肚子餓得很，眼巴巴地看着叫花雞。花凛葉看着我，眼神溫柔，放輕聲音：“一會兒就好。”他顧不得燙，用小刀切開肉放在荷葉上，用異能控制好溫度，包着遞給我。溫度正好，可以吃了。花凛葉如今看着我，眼中都帶着缱绻溫柔的神色，吃飯都細心地照顧我。我接過來咬了一口，頓時口齒彌香，好吃。純天然食材就是美味，還帶着荷葉香氣。花凛葉更專注地切雞肉，一塊塊方便我吃。我吃了幾口，看他，你也吃啊？沒事，我不餓，妻主先吃。他擔心2隻雞不夠我吃，一起吃，我吃不了太多，浪費了。烤了2隻呢。花凛葉低頭看我時，眼神幽深。我抬頭對上他潋滟的狐狸眼，怎麼了？我臉上有什麼嗎？我用手摸摸臉，又伸舌頭捲了下唇瓣，沒什麼啊。他眼眸一暗，喉結輕滾，沒什麼，別動。然後伸出修長的手指，輕柔為我擦去嘴角的雞肉碎，指腹擦過唇瓣，酥麻感一下子傳到心間，我心跳漏了一拍。他喉結動了動，嗓音壓抑：“這樣就好了。”手指有些捨不得收回，我定了定心神，他只是因為火毒才對我好，本身還是厭惡我的。這樣一想，剛剛泛起漣漪的心瞬間平靜。你也快吃吧，一天只吃2頓飯，沒什麼力氣的。花凛葉神色複雜地看了我一眼，低聲沙啞道：“我其實很有力氣，很行的。”我眨眨眼不明所以，他耳根微微泛紅，喉結不斷地滾動。我嘆了口氣，估計是不好意思吃。我拿起2塊硬塞他嘴裡。怎麼樣，好吃嗎？我笑起來。很好吃，是我吃過最美味的食物。我笑着道：“好吃就好，回頭你們出來狩獵，獵到野雞，也可以這樣做着吃，很簡單。”那怎麼行？獵殺的野獸要先帶回去給妻主吃。吃飽後，他用金帕蘸水幫我一根根擦乾淨手指，我有點不習慣。那個，我去河邊洗洗就行。他動作一頓。好。我洗了手，他再次拿出乾淨金帕為我擦乾。收拾好後，我開始挖藥材。花凛葉想幫忙，我婉拒：“你不懂哪些有毒，還是我來吧。”他只能守着我。採好藥材，天色不早，我們準備回家。花凛葉化成狐身，用尾巴小心捲着我坐上後背。走了一會，我規規矩矩坐着沒碰他。他低聲道：“妻主可以抱緊我，要不會掉下來。”我這才伸手抱住他，狐毛太舒服了，還有蛋香味，好想摸他耳朵和尾巴，但想到他們厭惡我，還是忍住了。殊不知，被我抱住的一瞬間，花凛葉差點沒站穩，他身體發顫，速度越來越快，我怕掉下去，只能抱得更緊。到家時，溫南希和蕭繼寒已經帶着獵物回來了。溫南希看到我抱緊花凛葉的一瞬間，目光暗了暗，趕忙上前，很自然地將我從花凛葉身上抱下來。妻主回來了。我感受到溫南希身上冰涼的觸感，很舒服，剛剛都要被花凛葉身上的火熱灼燒到了。妻主可有累着？溫南希溫柔地給我整理頭髮，眼神卻似帶着一絲隱忍克制。我回過神來，搖頭道：“我沒事，這點事情累不着。”說着微微退開，避開了溫南希的碰觸，她眼中露出一絲悵然失落。我保持冷靜理智，開始整理藥材。我採摘了一些藥材，先在院子裡晾曬一下，之後可以炮製做藥包。紅薯澱粉已經再次沉澱好了。溫南希走過來問：“妻主，我可需要做什麼？”需要把上面的水弄出去，只留下下面的紅薯澱粉。他用異能將缸裡的水全部吸走。我想到花凛葉的火系異能，轉頭看向他，正好對上他魅惑的眼眸。他快速走過來：“妻主，可需要我幫忙做什麼？”“能把這些澱粉烤乾嗎？輕柔的烤，像曬乾那種感覺。”他含笑點頭。一陣操作後，他轉身：“妻主，這樣可以嗎？”我伸手摸了摸，笑着道：“很好，晚上給你們做紅薯粉條吃。”
萧繼寒看着圍繞在我身邊的溫南希和花凛葉，眼中泛起一絲異樣。晚上我做了排骨魚丸湯、紅燒肉、炒白菜和紅薯粉條，大家坐下來吃飯，每樣食物都很美味。溫南希心疼地看着我的手，妻主做的食物很好吃，以後妻主只需要開口，讓我們動手來做就好。妻主手心都燙着了，一定很疼。炒菜時被油濺了一下，我覺得沒什麼。沒事，這點燙傷一點都不疼。再說了，做飯時大家都一起幫忙了。不知為何，他們都能感覺到我身上氣息微妙的變化，這點小事他都能感知到。飯後大家爭相收拾碗筷，我去院子裡弄藥材。溫南希第一時間過來，妻主需要做什麼，我來做吧。沒事，我自己弄就好。他小心翼翼道歉，對不起，吃飯的時候我不該說那句話。不關你的事。妻主是不是在生氣？沒有，沒生氣。我回答正常，但他就是覺得我在周身隔了一道屏障。花凛葉在院子裡找活幹，沒活就拿出抹布擦門框。我忙活了一會，做了4個驅虫包。這3個你們用，晚上放在床頭，就不會被蚊蟲叮咬了。溫南希神色複雜，謝謝妻主。不客氣，你們平日用心照顧我，還冒險狩獵，我做這點不算什麼。我們作為受夫就應該照顧好妻主。我露出一絲笑容。你們對我好，我作為妻主也想對你們好。照顧都是相互的，没有什麼應該不應該，只希望你們以後也能念着我做的這點事情。溫南希眼底掠過一道暗色，她應該知道了，我擔心他們會傷害到我。晚上睡覺時，我本來躺着睡不着，突然聞到一股熟悉的暗香，睜開眼睛就看到床邊的火紅狐狸。花凛葉，你怎麼在這裡？大晚上的，他們不是對我避之唯恐不及嗎？我看着床邊的火紅狐狸，身子一抖，本能的坐起身，往床裡面退了退，一直退到牆壁。花凛葉，狐狸眼露出一絲委屈。妻主，就這樣把我當洪水猛獸嗎？他緩緩靠近，低頭看着我，聲音蘇啞撩人。我是妻主的受夫，擔心妻主想為妻主守夜。我用怪異的神色看着他，按照前身記憶，這是從未有過的事。你就不怕我晚上對你做什麼？或者我給你下那種迷情藥，你怎麼辦？本以為會嚇着他，哪想到他狐狸眼卻帶上了期待。他靠近我，蘇啞撩人道。其實妻主不用下藥，我都可以是妻主的人。我震驚地瞪大眼睛，趕忙拿起旁邊的獸皮將自己裹住。那個，我現在身體不適，不能拿什么。花凛葉看着我的反應，喉嚨滾動了一下，壓下什麼，靠近我耳邊輕聲道：妻主別怕，沒有妻主的允許，凛葉什麼都不會做，只是擔心會有變異獸冒出來，所以在房間裡守着妻主，這樣妻主可以安心睡覺。我抬頭看他認真的神色，用理解的眼神看着他道：那就辛苦你了。有人守夜也好，反正以前身做的事，他們能對我感興趣才怪。我安心躺下，沒一會兒就睡着了。睡夢中隱約感覺有溫熱的觸感輕輕捲着我，很舒服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屋內突然多了一絲沁涼的氣息，迷糊間聽到壓低的聲音：溫南希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這句話應該我問你，半夜不睡覺，跑來這裡做什麼？是花凛葉和溫南希的聲音，我意識模糊，只聽到花凛葉慵懶的聲音。作為受夫，自然是來陪着妻主。按照規矩，今天妻主也是屬於我的，不是嗎？溫南希冷冷回道：你要做什麼？花凛葉撩唇一笑：不做什麼，就是想把自己給妻主。溫南希沉默了一瞬，聲音沉了下來：今天在山林裡發生了什麼？你逼迫他做什麼了？是不是用你的媚術迷惑了妻主，讓他跟你？花凛葉語氣也沉了。溫南希，她是我的妻主，我和她做什麼不需要跟你匯報。花凛葉，你若是不愛她，便不要招惹她，也別想傷害她一絲一毫。我只是想保護她。溫南希，你今晚怎麼了？溫南希沉默片刻，聲音沉冷：他送我們驅蟲藥包時說的話，你沒聽出來嗎？他不信任我們，覺得我們會傷害他。我無法說什麼，但我可以保證自己絕對不會傷害他一絲一毫，我也絕不允許旁人傷他一絲一毫。花凛葉聲音帶着怒氣：溫南希，你胡說什麼？我怎麼可能傷害到妻主？溫南希的聲音很冷：那你剛剛要趁着他睡着做什麼？花凛葉臉一紅：我只是想抱住他，沒想做什麼。他轉眸一想：不對，溫南希，你不對勁。以前我們對妻主做什麼事，你都沒這麼大反應，怎麼如今我靠近妻主，你倒是不樂意了？你不也厭惡妻主？溫南希臉了臉神色：如今的他不一樣。花凛葉聲音低了下來：你也知道他跟以前不一樣了，妻主能為我壓下火毒，還能解除一部分，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。所以他那麼好，我怎麼可能傷他一絲一毫？溫南希，如今的妻主不是你一個人的妻主，我也會好好護着她。沉默了一會兒，溫南希的聲音再次響起：梅清晨和沈慈安一直沒有回來，
他們身上有克制兽夫契約的秘法，还有兽皇城的人，他们可能会对七主做什么，我们要做足準備。花凛夜語氣也沉了。今日有3個殺手來山林裡試圖刺殺七主，那些人是江墨川的屬下。溫南希聲音一寒。江墨川。花凛夜冷笑一聲。江墨川可是獸皇城最為出名的一個人物，當年七主為他做了很多瘋狂的事情，都說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沒想到他倒是會派殺手來殺七主，好狠的心腸。後面的話越來越模糊，我沉沉睡去。可我知道，最起碼他們2個對我沒有威脅了。第2天一早醒來，蕭繼寒在門口等着照顧我洗漱。我有些無奈，只能將溫南希和花凛夜一起叫過來。以後我自己可以倒水洗漱，你們不必如此照顧我。蕭繼寒臉色微微一白，習慣性的低頭。對不起，是我沒照顧好七主，是我的錯，請七主責罰。我趕忙解釋。不是的，你不用這樣，也不用道歉，我也不會責罰。其實是我不習慣，你們該忙什麼，忙什麼就好。蕭繼寒他們3個人站在旁邊，都有些愣住了。我沒有理會他們了。洗漱好後，開始做早飯，他們一起幫忙。吃過早飯後，花嶺夜和溫南希要去狩獵，蕭繼寒留在家裡照顧我。花嶺夜看着我道：“七主，若是去山林裡的話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我今天不去山林，家裡還有很多事要做，就待在部落。聽到這番話，他們才放心一些。對了，花嶺夜，我配了藥，一會兒熬好你喝了再去狩獵，是壓制火毒的藥，每天早晚喝的話，1個月後火毒也能解一半。花嶺夜狐狸眼波光潋滟，七主，你對我可真好。我受不了他這眼神。流放路上，你們盡力保護我，我對你們好也是應該的。你們身體沒事，這3個月也能更好的保護我。聽到3個月，花嶺夜眼神沉了下去。我用陶罐熬藥，讓花嶺夜用火系異能控制火後，溫南希先去狩獵，蕭繼寒開始收拾家、燒水劈柴，一直沒閒着。花嶺夜控火時忍不住看向我，此時我正用草堆雞蛋窩，把窩弄暖和一些，放野雞蛋上去孵小雞。七主昨晚給我們的驅蟲包真的很好用，在床頭掛上，屋子一晚上都沒蚊蟲。之前部落有人在城池護士買的驅蟲藥包都不管用。一聽這話，我神色一動。護士？花嶺夜溫聲解釋，離我們部落最近的北韓城，每個月開一次護士，附近部落的人都會帶着東西去交易，有的用金幣，有的以物換物。去護士買驅蟲藥包，一包多少金幣？聽說一包100個銅色金幣。我神色一變，100個1斤野獸肉才20個銅色金幣。花嶺夜點頭。藥材價格比較貴，一小盒止血藥都需要500銅色金幣。我眼睛一亮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做驅蟲藥包和止血藥包去護士售賣，賺了金幣就能多買日用品、陶罐、鹽，還能找鐵匠打造鐵鍋。最近一次護士是什麼時候？還有半個月。我心中就有數了，這半個月可以準備很多東西。護士的時候是不是還有賣食物的？各部落獸人去護士大多待一整天，護士就有賣食物的。城池裡的獸人也會來逛，因為護士時東西種類最多也最便宜。我點了點頭，心裡盤算着先賣藥包賺金幣，再打造烤爐平底鍋。玉米麵價格便宜，大家不愛吃，那是不會做，我可以做玉米麵菜饽饽去賣。花嶺夜的藥熬好了，我想幫他倒出來，他趕忙道：“七主小心燙，我不怕燙，我自己來就行。”蕭繼寒看着我們有說有笑的場面，眼裡滿是不屑和厭惡。花嶺夜把熬好的藥倒出來，藥湯還有些燙，他先去處理藥渣，清理藥罐，都弄好後回來喝藥。他喝藥時神色淡然，一口氣全喝了，眉頭都沒皺一下。我知道這藥有多苦，從空間拿出幾顆冰糖，伸手。他本能伸出手，我將冰糖放他手中。這是糖，含在嘴裡化着，能去掉藥味。他將糖放進嘴裡，沒一會眼中閃過驚訝。很甜。我笑着道：“這下子藥就不苦了。”花嶺夜心神震動，狐狸眼湧上一層水霧。七主可真好。我淡笑，3個月後他恢復自由，應該也不會對我動手了吧？他低聲沙啞道：“七主以後都這樣好不好？不要變回以前那樣好不好？”我正要回答，手心一疼，他用力握緊我的手，眼神帶着慌亂。七主，你會一直在對不對？我笑着點頭。放心吧，不會變回以前，我一直就這樣。他這才放心，喝了藥後依依不捨地離開去狩獵。花嶺夜離開後，我把空間裡的小麥拿出來剝粒，剝一會兒看一眼蕭繼寒，想讓幫忙又不敢開口。他轉頭看我時，我趕忙低頭裝幹活，幾次後他低聲開口：“七主可是有什麼事？”“沒事。”他道：“柴火我已經劈好堆好了，不知道還需要做什麼，請七主指示。”我抬頭看他神色認真，便道：“這些小麥
都需要把小麥粒剝下來曬一曬，就可以做食物。好，我来做这些。我对他露出和善的笑容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我本能地讓開位置，跟他保持距離。他用異能操控，小麥粒很快脫離出來，盡數到了旁邊木桶裡。我驚訝地看着，多謝。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。我把小麥粒倒出來曬太陽，正想着下午可以去磨坊磨麵粉，晚上做麵食吃。門口突然傳來一聲沁冷的聲音，我抬頭看去，站着一個風華絕代的墨衣男子梅清晨。我臉色一變，通過前身記憶知道這是梅清晨。幽冥黑豹獸，梅氏家族繼承人，前身驚為天人，鬧絕時也要得到他。空間系統緊張道：宿主小心，前身把梅清晨的本命劍扔進了死亡懸崖，他這次回來一定想殺了你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前身真能作死。梅清晨極致的厭惡的眼神看着我，周身黑霧籠罩，威壓攝人。他拿出一把劍，劍身破敗腐朽，被黑氣侵襲。想必這把劍七主一定不陌生吧？我被嚇得嘴角抽動。看樣子七主都記着呢，那我們的舊賬也一起算一算。我想躲進空間，卻進不去。系統說梅清晨封禁了這裡。蕭繼寒突然擋在我面前。梅清晨，你冷靜一下，他是我們的七主。梅清晨動作一頓，有名無實而已。蕭繼寒，你真要阻攔我？蕭繼寒寸步不讓，冰系異能凝聚出冰刀，對準梅清晨。你要傷他，除非殺了我。蕭繼寒，別忘了他之前對我們所有人做過什麼，留着他就是禍害。我看着對峙的兩人，開口道：梅清晨，只要你不動手不殺我，我可以跟你解除關係。他目光如劍。你以前也說過這樣的話，你以為我還會再信你？我愣了一下，腦海裡湧現出一段記憶。為了哄騙5個獸夫，流放路上護着他。前身確實說過，到達部落後就解除關係，裝得很好，卻在人家放鬆警惕時，把劍給人家扔了。啊呀呀！我恨不能捂着臉，找個地方鑽起來。看他的樣子，是真的動了殺意。若非顧慮蕭繼寒，早殺過來了。蕭繼寒一直堅定擋在我面前。梅清晨，無論如何，我不會讓你傷到七主。要戰便戰吧。我趕忙開口：梅清晨，這次我說的話跟以前不一樣。話沒說完，劍氣帶着凌厲氣勢朝我擊殺而來。蕭繼寒瞬間用冰刃擋下這一殺招，當強大的力量碰撞，地面塵土飛揚。兩個人迅速打了起來，速度太快，我只看到殘影，牆壁都被劍氣損壞。空間系統驚嘆：宿主，這兩個人都好強啊！睡了他們就能快速提升實力。我嘴角抽了抽，你覺得可能嗎？宿主可以攻略他們。我摸了摸半邊毀容的臉，現在沒有美貌。宿主本身極美，內在也很美。我額頭青筋直跳。系統，快想辦法阻止他們，再打下去宅子要塌了。空間系統查了一會，宿主，梅清晨那把劍被黑暗气息侵襲，你的異能可以治療他，你可以談條件制劍，他不殺你。我鬆了口氣，大聲喊道：梅清晨，我可以修復這把劍，我要是修復不了，你再殺我也不遲。千真萬確，你可以讓我當場試一試。梅清晨暫停攻擊，懷疑地看着我，聲音透着冷意：你剛剛說能修復這把劍？我提着的心緩緩放下。對，我能修復，你可以先讓我試一試，我要是做不到，你再殺我也不遲。梅清晨根本不信我，但這把劍是他的本命劍，對他極為重要。他九死一生找回來，找了無數辦法都無法修復。他不信我這個有名的草包廢物能修復。蕭繼寒也看向我：梅清晨，你可以讓七主試一下。梅清晨嘲諷道：蕭繼寒，這才多長時間沒見，你就開始護着他說話？蘇沐瑤，你倒是挺有手段。他看着手中散發黑暗氣息的破敗之劍，咬牙道：好，我就讓你試一試，我倒要看看你會耍什麼花招。哪怕有一絲可能，他都要試。他走向我，蕭繼寒一直站在我身側戒備着。梅清晨在距離我安全的位置站定，將劍放在我面前。你試吧。我其實恨不能離梅清晨遠一些。蕭繼寒敏銳地察覺到了，伸手一擋，直接將那股氣勢隔絕。我鬆了口氣，低聲講條件：我要是能修復，你不能再對我動手，不能殺我。當然，我也答應3個月後給你們自由，放你們離開。梅清晨盯着我臉上的細微表情，露出一絲疑惑，冷聲道：好，你若是修復不了，我便殺了你。蕭繼寒低頭輕聲道：別怕，不會有事的。我感激地看着他。蕭繼寒，謝謝你，我要活着，晚上給你做好吃的。梅清晨笑了一聲：太陽還真是西邊出來，為了保命，還真能偽裝。我定了定心神，將注意力放在這把劍上。靠近時，我仿佛能感覺到劍在悲鳴。我伸手釋放木系異能，綠色光芒覆蓋劍身，黑暗氣息開始消散。
梅清晨神色凝重起来，我全神贯注地将异能全部注入，精神仿佛进入剑灵的精神海，黑雾散开，剑灵不再悲鸣。就在那模糊的身影要转过身时，我异能耗尽，一口血吐了出来，身形一晃就要倒下。萧继寒急急忙忙伸手将我抱住。七主，我带你去看巫医。我虚弱道：我没事，只是异能耗尽。梅清晨复杂地看了我一眼，如风般消失，很快带回巫医。巫医诊断后道：力量消耗过度，急火攻心，气血不足，而且你身体里还有毒，这毒能让人易怒易暴躁，你这半边脸就是因为中毒。听到这里，萧继寒和梅清晨脸色都一变，巫医看我神色平静。你这小丫头倒是平静，显然已经知道了，我只能开药补气血，这毒没法解。我淡淡道：多謝古巫医，我确實知道，不用開藥了，我休息就好。巫醫離開後，萧繼寒低聲道：對不起，我並不知道七主中了毒。我摸了摸半邊臉，沒事，你不用自責，這毒我能解。萧繼寒神色一震：皇族御用巫醫，從未發現你的身體問題，為何會如此？我淡淡一笑：大概算功高蓋主吧。皇族忌憚我蘇家權力，若是我死了，蘇家的一切都可歸於皇族。他神色複雜地看着我，沉默片刻道：那毒能讓人易怒易衝動，所以七主之前做的事情是因為中了毒嗎？不過我先回答他的問題。不全是，對不起，以前都是我的錯，我不該那樣對你們，你們也是受我連累才跟着流放到這裡，那些不好的行為我都會改，這3個月內我會好好待你們。被萧繼寒抱着，木系異能恢復了一些，認真看着懷裡的我，眼中清澈真誠。他放輕聲音：我也會護好七主。而此刻，我空間多出一個盒子，梅清晨正看着自己的劍，發現修復了一半，黑氣已消散。他神色複雜地看過來，聽到我說這些話，神色一變。我開口道：梅清晨，這把劍只修復了一半，等我恢復些異能，再為你修復。他看着我蒼白的神色，低聲道：我說話算話，不會再對你動手。我鬆了口氣，露出笑容。無論如何，以前把你的劍扔到死亡谷，是我不對，我跟你道歉。我看向萧繼寒：你們先去忙吧，我先睡一覺。萧繼寒輕聲道：好，你睡吧，我就在旁邊。我點頭躺下，先進空間看那個盒子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你跟萧繼寒擁抱獲得的空間獎勵，是玄靈鐵，鍛造法器的至寶。梅清晨那把劍需要這個才能完全修復，有了它，他更不能對你怎麼樣了。我聽着解釋便明白了，這玄靈鐵出現的正是時候。不過宿主別一下子拿出來，會引起轟動。我知道分寸，跟空間系統說了一會話才睡去。半下午醒來時，神清氣爽，木系異能恢復了一半，打開屋門，萧繼寒靜靜守在門口。你一直守着嗎？七主身體好些了嗎？好多了。我看了看院子，梅清晨依舊是一臉防備的站在院子中央。就在這時候，溫南希和花嶺夜一同踏進院子，眼裡頓時帶着怒氣。你怎麼在這裡？